哥，哥，方才听爹说皇上要派你去兵部历练。啊，皇上隐约透露过有这个意思。依我看，这兵部不是好去的。哦，这话怎么说？莫非您不知道，索额图经常与托和其这些军中大臣吃吃喝喝，很明显是在笼络人心。他想在军中为皇太子营造势力。您要是去了，这档事儿您管还是不管？虽说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不过奴才依然觉得有责任将舍弟隆科多所言之事禀告皇上。索额图，苏弩、谭泰，你们是我带来的，别客气。今天呀，咱们不醉不归。好。得见相爷三生有幸。二位副总统言重了，今日旧友新知，欢聚一堂，真是令人开怀呀。相爷盛情，弟兄们十分感谢。皇太子，他今天不能出面。如果他见到各位老弟，那肯定是分外投缘呐。明白。总之啊，皇太子有任何吩咐，我托和其一定。老爷，不得了了！是谁？怎么胆敢擅闯相府？奉皇上手谕，将索额图监禁中人府，将托和其等一律革职所拿。回皇上的话，托克奇已被关入大牢，等待发落。你告诉曹可托，叫他细细审理啊。还有，托克奇已被革职，步兵统领一职十分重要。皇上的意思是，交给隆科多去暂时署理，瞧瞧他的表现，过一阵子再说吧。恭喜啊，步军统领一职又完璧归赵了。皇上会想到我，8成是因为我偷过家兄，告了密。托和其他们呢？亲共时该怎么个讲法，我已经交给他们了。我还说，只要一口咬定这套说辞，就保证他们不会有事儿。连皇太子废了都能再立，革了职算什么？我以后会帮他们想办法的。他们不会有事吧，四爷？鱼饵的用处就是鱼钓上来了，谁还去管鱼饵的事？八个，奴才要见皇上啊！不用了，皇阿玛说他已然警告过你，却不知悔改，明知故犯，君臣之间再也没有什么情分可言了。可是奴才有下情向皇上禀告啊！这就更加用不着了，就是皇阿玛叫咱们俩过来审问你的。索额图，你聚党会饮，拉帮结派，究竟有什么企图？最好你从实招来。这罪名是把我往死里推呀！就算是死了，也是你自己作孽，自找的呀！求二位阿哥替奴才转奏皇上，就说奴才没什么可招的，奴才老了，求主子可怜我，饶了我一条命吧！皇阿玛，索额图罪不至死，求皇阿玛饶了他吧。不行，这索额图也太可恶了。咱们父子俩好不容易平安无事，他却硬要兴风作浪。瞧瞧，这些全是托和其他们的供词啊。索额图扬言要报复，逼得这帮人不得不屈奉他，讨好他。
应他的要求到军方去拉拢人心，支持你。倘若这次要是不严惩的话，不知道还有多少小人会群起效尤啊！自作聪明的给我乱搅和，自以为给他们自己搭了一座晋升之阶，其实这帮人才真正是国之乱阶。对了啊，不止我，你也应该力主要严惩索恶图，才能喝阻此辈小人。索恶图是儿子舒老爷，也是皇爷父亲叔叔，更是皇阿玛力除鳌拜的大功臣。不影响皇阿玛怎么处置索恶图，但儿子恳求皇阿玛，至少留给儿子一个保持沉默的权利吧。倘若你要保持沉默，外人会怎么想？外人会认为这次我是利用索恶图重重的打你一耳光啊！这对你的尊严损伤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儿子知道，可是儿子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被舒老爷落井下石。你听清楚，现在是在整顿证据，不是在研究亲情。不只是此刻，在这座紫禁城里，每一刻都是考政治，而不是讲亲情的时候。连自己的舒老爷都不能饶过，连自己的亲兄弟也不能信任。在儿子看来，这座紫禁城是富贵以及的人间地乡，是精心制造的。连自己亲兄弟都不能信任。我是在做梦吧？皇上，皇上。索恶图啊，还记得吗？当年我们兴致勃勃地想尽各种法子，怎么去把鳌拜给除掉。那年朕才14，你还不到20吧？哎，索恶图啊，你就怎么那么奇怪呀？咱们君臣相处已经大半辈子了，为什么你就摸不清楚朕的心思，就这么活不明白呢？皇上把奴才看得透啊！奴才这一生啊，就爱玩个拳字儿。有权在手啊，我就有精神，我就活得有滋味儿。说到这儿，我还真想念明珠那个老小子，真想念我和他明争暗斗的那个时光。可是我一想到我老了，玩不动拳了，我就发虚啊，我就觉得心里空啊，我就好像要做些什么事情，赶紧来填补我那个空荡荡的那种感觉。奴才也很痛苦啊，可是
我就管不住自己呀，我的皇上。朕明白，别人不明白呀。朕这回要是不处置你的话，那些人还会以为朕能纵容他们在权力的擂台场上互相争斗，甚至会跟朕来较真儿啊。索图，你这回的罪呢，是可重可轻。朕固不忍重，可也不能轻啊。朕非得把你给监禁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朕这是在保全你，明白不？明白呀。好在外头有4阿哥帮助皇太子。奴才就当已经死了，把剩余的日子供皇上当作警惕后人的榜样吧。4阿哥，这些事儿你都跟4阿哥商量了吗？是啊，托和齐他们就是4阿哥给我引荐的。不对呀，可托和齐他们的亲供上头只字未提4阿哥，他们都说是为了怕你报复，所以不得不应邀和你聚会共饮的。奴才，我这才明白，明白了。宦途是迷途啊，无人不糊涂。待到明白时，已上黄泉路了。帮朕去办一出戏。这位是宫里来的王公公，他有话对你们说。下来，各位大人，有人托我跟你们说句话。哎，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反正是你的朋友，他辗转打听到上头对此案的看法。怎么样？各位大人，跟家里交代交代，恐怕就要快了。胡说八道！3个哥都跟我说，会让我哥几个平安无事的。是，是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什么事？这么晚了还有人来回话？不重要，没什么。我在想，所图的事再一次令皇太子受伤，皇上是不是想个法子，表示对皇太子？这你别操心，我都想好了。借着庆贺皇太子复立的机会，我加封这些皇子们的爵位，也是一种表示嘛。不过，这4阿哥怎么了？皇上对皇子加封爵位的事，想到了4阿哥，还说不过。难道是4阿哥犯了什么错，不该加封爵位？你别瞎猜，没事儿，累了，安置吧。额娘怎么了？怎么这样看着我？
儿子，告诉我额娘，你最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？还是办坏了哪件差事？没有啊，额娘为什么这么问？昨天晚上，皇阿玛说到加封皇子爵位的事，特别提醒你身心防护。我也说不上来，就是怪怪的，所以我特别担心是你。额娘，皇阿玛是怎么说我的？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叫我不要瞎想。为庆祝皇太子复立，朕决定加封驻成年皇子爵位。马齐，在。宣旨。这皇三子背了印旨，晋封活硕亲王；皇四子背了印证，晋封活硕雍亲王；皇五子背了印旗，晋封活硕恒亲王；皇七子背了印右，晋封多罗纯亲王钦此。儿臣叩谢皇阿玛恩典。叩谢皇阿玛恩典，恭请皇阿玛训示。起来吧。该训示的，自你们打小我就耳提面命的，没少花心思。现在你们都大了，该怎么做自己也该会想了。我只有一句话：皇阿玛是以真心待你们，不求回报，但求你们也能以真心待我。凡没有真心的，便不是我儿子。儿臣等恭临训诲。去吧。儿臣等告退。老四，你留下。皇阿玛还有吩咐？陪皇阿玛走一盘棋。你的棋路倒挺刁钻老辣的。佛门中人大都爱好下棋，儿子跟佛门中人处久了，自然也学了几手。是，这么刁钻老辣的棋路，出自于原本应该淡泊宁静的佛门中人，这有点匪夷所思呢。也许争强斗胜乃人之本能，佛门中人也未能免俗啊。那么你呢？儿子不敢说早已免俗，也只能尽力修行，以欺敌，尽俗真。哎呀，这么刁钻老辣的棋路啊，怕是应付不了了。最近因为索额图的事啊，太过伤神了。这件案子不是已经解决了吗？皇阿玛何须伤神啊？这件案子里头还有许多关键，让我想不通啊，怎么能不伤神呢？皇阿玛不妨说出来，让儿子为您分忧啊。哎呀，哎，这招棋下得好啊，无声无息的却咄咄逼人呐。刚才怎么没瞧见？这36计的第一计，瞒天过海，使得还真不错呀，啊！刁钻老辣，但嫌沉稳不足啊，是火候不够的缘故吧？看我的！这招棋才叫好呢，如何应付，得让儿子好好想想。最近还做事。千载功名身外隐，百载虚荣镜中花呀。没想到皇阿玛还记着儿子的拙作。拙倒是不拙，但是太直，太显了一些。请皇阿玛指教。比方说吧，昨夜犹自称臣妾，今日改口唤家翁，这来的委婉曲也，饶富一耳。尖酸刻薄，骂人不带脏字儿，
深得棒师之中的3味儿。真不知道这位师翁是谁，否则就可以请来当你师傅。怎么？这诗你没听过？满京城到处贴遍传拥的。皇阿玛的棋力是越发高明了，儿子只有气死人数了。倒不是我棋力高明，只怕是你心不在焉吧。罢了，原想与你继续较劲儿下去，看看到最后到底谁胜谁负。看在你额娘的份上，我这个做父皇的就先放你一马，免得让你输得太难堪了。皇阿玛真是宽大为怀，知道就好，别以为你的对手都摸不着你的棋路。下回别太逞能，别太轻敌了。儿子听见了。爷，哎呀，这都汗流浃背了，怎么还冷呢？爷，你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呀？啊？这诗你没听过？是坏，我心里知道。别以为你的对手都摸不着你的棋路，绝对不会原谅你。爷，我看你这是心病。谁有心病？是你，你藏在心里的秘密太多了，你的心病太严重，它压得你喘不过气来。你胡说！爷，你别走，别走，你不要怪我。咱们只要平平安安的就够了，你又何苦拼命的想去打？懂得我万丈雄心的女人，滚！静下来，静下来，静而后能定，定而后能会。皇阿玛到底知道多少？他的目光像深不可测的玄潭，令人摸不着底；他的话语里充满了讥讽，令人参悟不透。他究竟知道多少？他是在探视我，警告我，还是……都犯了。四爷，既然什么都不做，也注定是个死。
不如下剂猛药，或许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啊。四爷，生死关头没有选择，您得狠下一条心，置之死地而后生啊！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但是我必须先将他置之死地，我才能够获得重生。可是我们曾经盟誓，四爷，您想做第二个皇太子吗？一个人要想得到太多，反而什么都得不到。您不能不选择，您只能选择一样。没错，我只能选一样。儿子求见妈妈，儿子求见妈妈，儿子求见妈妈。儿子求见华妈，自请死罪。这些事都与儿子有关，请华妈赐罪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？儿子将托诃吉等人引荐给索额图，是希望索额图放弃报复之念，以免损及皇太子的声名。儿子同索额图商议过，怎样帮助皇太子恢复威信，可是儿子没有想到，索额图办起事来竟如此的悖谬。华妈，儿子所说都是实情，只因为心中不安，早就想跟华妈跟前，毫无隐藏，和盘托出，恳请华妈治罪。既然你主动求见，又想将所有事情毫无隐藏的和盘托出，行啊，给你这个机会。将王子婴可能谋刺的消息通知皇太子的人，就是我。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儿子与王子婴结下了私情。华妈，都怪儿子不好，是儿子涉世不深，意志不坚，上了王子婴的当。不知道王子婴是被长平公主指使，华妈原谅儿子吧。儿子不知道王子婴企图接近儿子，引诱儿子，令儿子误入了美人的圈套，敌人的陷阱。当儿子发现他别有用心谋刺皇上的时候，却因爱恋难舍，不忍告发他。在惶恐之下，我只好去找二哥。可是二哥不叫我管，他要自己去找王子婴。应人，他为什么要保护你？二哥说，他跟如玉相爱，却又无法结合，成为中天之恨。他不希望我跟王子婴重蹈覆辙，被硬生生的拆散。我为了皇太子不肯说出消息的来源，甚至恼怒地废了他。你竟然还不肯来坦诚一切！是二哥不让我这么做，二哥坚决不让我跟皇阿玛坦诚一切。他说皇阿玛废了他，正中他的下怀，他早就不想当这个皇太子了。那告大哥燕美皇太子的，也是你主使的？是我。在二哥监禁期间，大哥对二哥百般的刁难不敬，令我敢怒不敢言。再加上华妈怀疑二哥是不是遭了邪魅，才令我产生了这个念头。没错，一是我希望大哥遭到惩罚，二是我希望给华妈一个理由，早日让二哥复位啊。你这两个希望，也是我的希望。可你这么做毕竟是诬告，简直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儿子对二哥心中万分歉疚，当时只希望这两个目的快快达成，好能弥补我内心的歉疚。对，我知道不择手段是一种罪孽，但为了二哥，
这种罪孽就由儿子一个人承担了吧？那个叫巴汉格隆的老妈，也是你派人去杀了灭口的？不是，儿子连只蚂蚁都不肯杀害，何况是个人呢？那首棒诗，自然也不会是你的杰作。那就更加不是了。儿子跟其他人一样，这桩公案根本不清楚，只听说密妃娘娘好端端的住进了储秀宫。这首棒诗编得也太离谱了，不知使者一笑啊！写吧。多谢皇阿玛。希望你说的都是真话。儿子既然决心坦诚一切，绝无半句虚言。坦诚一切之后，你又想怎么样？儿子一时糊涂，受骗而不自知，因情误事。现在想起来，真是汗颜无地，万悔莫及。更痛恨王子英蛇蝎心肠的女人。儿子决定今后痛改前非，以实际行动表明心迹，证明给皇阿玛看。从此，敌我分明，再也不受惑于情的魔障。实际行动，你打算怎么做呀？只要皇阿玛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一定证明给您看。又是你！这块表的主人要我面见紫英姑娘，有要事相告。紫英姑娘，有人求见。四爷派你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儿？来取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要你的性命！
依照4贝勒的筹划，下官已经剿灭了这个企图行刺皇上、伺机谋反的叛乱组织。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移交刑部，请大人下令勘验。首领是哪一个？为首女子是一名前明余孽，不过她已经身受重伤，恐怕是跑不远了。下官这就亲自率人搜山，直到搜到她的尸体为止。好。这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鹰爪子是怎么混上山去的？你说啊！是我相信了他，我居然以为他不会负我，是我害了大家。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怎这么天真，这么糊涂？为了一个无情无义的男人，毁了自己，毁了希望，背弃了责任，背弃了我。好，不听我的话，你看看你现在，你落个什么下场？师父，祖不过，不是我不想听您的话，而是我的心，他有自己的感觉，自己的渴望，那是你，甚至是我都无法统治的地方。不是我不愿意做你复仇的那一把刀，而是我无法面对这个现实。我是人，是个女人，是个会感动、会脆弱、会做梦的女人。你做的是什么梦？你因爱情感动，因爱情脆弱，结果呢？你做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春秋大梦。那您呢？我不相信您不知道，您做的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春秋大梦。在您的春秋大梦中，除了疯狂和仇恨，您又享受过什么？我同情，怜悯，我背负着沉重的东西，恨着你。恨您逼我跟您离婚，沉沦在您的春秋大梦。这些话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以为自己很坚强，其实如玉说的对，面对感情，我极端脆弱。错，而且是大错特错。错了，就要付出代价。师父，祖公，我手臂上的这个名字，是我答应你，却没有能力实现的梦，那就是欠。是我欠你的，所以现在我要还给你。子英，子英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欠你的已经还清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欠人的还清了，他欠我的，我现在去讨。这就是你所说的实际行动，这就是你表达心迹的方式。不如此，
难解儿子心头之恨。他欺骗我不打紧，他竟然想行刺皇阿玛。倘若留下了他，变成危害皇阿玛跟皇太子的一大隐忧，那儿子会心中忐忑，日夜难安。我几次饶了他的性命，不料竟会死在你手里啊！千错万错都是儿子的错，请皇阿玛赐罪。我对你的歧路很感兴趣，改天带爷俩再走一盘。